好，许久没有做钢四视频了，我们今天先来水一集，就简单锐评一下钢四这个新补丁啊。这个补丁的上一次大更新还是在4月份啊，已经过去了很久。上一次更新主要就是加强了一下美国的这些制造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玩美国的人有福了。相比之下，这次更新的小细节就比较多了。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啊，我们还是用一下翻译软件。从上往下看的话，首先是巴西国策这个波腾日和会议啊发生变化，原来是直接向美国的主要敌人宣战，现在是加入美国战争。因为宣战的话，我们要吃一个 debuff， 然后对面能享受到这个防御战争的 buff， 然后就是意识形态相同的情况下，更可能与葡萄牙统一。这个之前我也没有测试啊，我感觉巴西国策和葡萄牙统一还是要多拉一点关系的。这边稍微强化了一下捷克，捷克开局是有一个分裂国家的精神，可以通过点这个捷克社会主义来取消。之前我们都是点到这个联合民族来取消的，现在他给联合民族改成加10稳定、10战支和150 PP 了。捷克的话确实要加强一下，不然之后要跟不上周围国家的强度了。法国的话改动看似比较多，其实也没改啊。首先是这个国策开始重整军备，将不再被取消，这个也是我们玩游戏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战争支持度好不容易抬高到能点这个国策的，但是因为这个全球的热度降了，导致我们战争支持度也跟着降了，然后国策点到69天的时候取消了，那是最绷不住的。然后是给奥尔良派的2个国策缩短了一下时间，并且多加了一个建筑位，这个改了等于没改啊。打开游戏看一下就知道了，奥尔良派本来就没人玩啊，是法国复辟线里面最弱的一条线了。然后下面这2个国策更是始终始啊，你就算多给我一个建筑位，它也远不如希腊。同样是清理贫民窟，希腊的贫民窟里面我们就能挖出人口来，只能说法国还是太缺人了。外交自由这个国策也是逆天啊，我没怎么玩过法国的黑线，我还真不知道他居然35天只是为了取消保障独立啊。这玩意我直接点他的外交界面，我手动取消一下不就行了吗？还要点一个国策来取消啊？如果手动撤销保障的话，要花25政治点，可能大伙就缺这25点 PP 啊。再之后就是缩短了邀请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小协约的时间。小协约这个国策主要就是为了恶心一下德国，我们把捷克拉进来之后，基本上就暴杀德国了，其他国家拉进来反而没什么用。这边给重组航空工业又额外加了2军工，那我们走左线的意义就更大了。本来这个国策就是刷军工的，它又多来2个，法国前期还是很缺的，法国就改了这么多，看似加强了，其实就多了2个军工。然后中国部分给军阀稍微强化了一点啊，校长玩家狂喜啊，校长又能吃到更多的工厂了。就是不知道 AI 点这2个国策的优先级高不高，校长一般在37年初就把军阀吃完了，每个军阀多2个厂还是很赚的。然后右上角这3个国策应该是新加的，他说变成新国家之后会消除，那应该是一个短暂的 buff。 骑兵给了10攻，还是挺可以的，已经快赶上波兰了。之后就是有关陆军精神的改动了，职业军官团直接跌落神坛啊！原来点它就是因为它能少5点花费，我们点7个学说就能回本，现在直接没用了。然后是这个正规传承，原来点它是为了 5% 的骑兵攻击，现在也没了。然后就是我们原本最强的国家服务军队，现在直接废了，之前 10% 的政治点可香了。最后是决战学说给的这个专注后勤，它的补给消耗从 5% 变成了 10%， 可以说是史诗级加强啊！我之前就说决战是最强学说，这下不得不点了。可能很多人会诟病这个决战容易被间谍压计划值，但是只要我们不停的变动作战地区啊，不停的前进或者后退，
对面间谍就追不上我们的部队啊。我之前在贴吧看到有人说，我们可以先点一个专注后勤，然后再切成别的学说卡这个法案。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卡的，我这边测试了一下，只要过个几天它就会自动切掉啊，我是卡不出来的。最后就是这个学说里面稍微给我们加强了一下骑兵，人海学说里的这个口袋防御加了 15% 的骑兵移速，这样一来骑兵的最大速度从原来的 6.4 变成了7，其实也没啥用，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前期靠这个骑兵来踩溃的。给它多了这么一丁点速度的好处就是更方便我们跑马了，不过这版本也跑不了马，所以约等于没改。骑兵侦察连的移速更是没人在意，因为我们如果侦察连移动太慢，一般都会换成摩托化侦察连，这样的话速度是完全够的。最后说的这个改动可能是本次更新的最大意义了，就是在和平会议期间 AI 将不太可能让小岛上的国家存活下来。之前和 AI 谈判的时候最老一写的事就是谈完之后发现这个英国法国并没有吃干净啊，不知道飞到哪个大洋上的一个小岛上去了。现在应该是能把这些国家吃干净啊。